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现在地表上最凶的战争是俄乌战争，是中东战争吗？完全不是，就是中美大战。现在美国是不让中国有任何的缝隙，你想钻门都没有，我是完全杀到底。我们来看到，这是美国的防长赫塞斯，他出访欧洲的时候话讲到不能再白了。他说中国是首要的威胁，联手盟友遏制中国扩张野心是美国优先事项之一，而且他们在南美跟非洲大陆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警讯。我们摊开地图一看，原来这场中美大战是从地表打到外太空，是一个太空战。在地表上面，你可以看到在印太部署的飞弹，包括南韩，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日本。现在印太的防卫网已经成型了。另外呢，在海上霸权部分，原来中国在全球63个国家里面，它掌控多了100多个港口。这个100多个港口，中国要的就是一个海上霸权，而美国会让它称心如意吗？这当然不会。他现在要寻的是巴拿马模式，把他的旗子一根一根的拔掉，而在最后打到太空战，这才知道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全球监视之眼。这个心头大患，美国可是在看，所以美国对中国简单3个字：杀到底。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我们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好，聪哥，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地表上最凶狠的战争就是中美大战，没错。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想说是美国去打中国，对他经济制裁，没有。美国最会是什么？找兄弟来，找兄弟来，你们听我就对了。没错，果然现在美国防长到欧洲，直接话讲到不能再白了。对，我们就是要去打中国，而且还点出了非常多，我吓了一跳。原来在南美跟非洲大陆完全都是中国的据点。我现在要一个一个的旗子拔起来。没错，虽然表面上川普一直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那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呢，真正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是步步紧逼习近平，表面上跟你当朋友，背后呢，一直准备可能要跟你开战的准备。杀。对，那为什么现在他派出了这个防长赫格塞斯这几天来说到欧洲去访问，到欧洲他去视察什么？欧洲的还有这个非洲的这个司令部，就照理说你要讲非洲的事嘛，就没讲欧洲的事，就他说什么？中国是首要威胁，联手盟友遏制中国扩张的野心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之一。中国意图是险恶的。不仅他所在地是如此，而且他在南美洲还有非洲大陆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他其实把中国视为是眼中钉嘛。好，那视为眼中钉来说啊，当然要联合盟友来对付你。好，我们现在讲亚洲的部分，他不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石破茂不是刚访问完吗？对，传出的消息就是日本准备把他自制的这个超音速飞弹呢部署在西南诸岛，这个要面对谁？当然是面对中国而来。好，另外一个美国又准备了。部署大量的 B-21的轰炸机，我要买200架的这个 B-21的轰炸机。另外呢，这个川普上任以来第一次，他们所谓的这个他们美国的军舰穿越过台海，告诉你什么？我都是针对中国而来嘛。好，那除了亚太这边、印太这边，我把它布局好之后，赫格塞斯讲出了2个地方，一个是南美洲，还有非洲大陆。那为什么讲出这2个地方？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到说有2个这个破口，我必须把它补起来。一个是什么？非洲国家。因为这几年呢，中国不断的跟非洲国家往来，它甚至在非洲呢已经有非常庞大的太空，包括说太空的这个卫星在那边发射，太空地面的接收站，还有望远镜在这个地方这个设立，它有个太空军在这个非洲布局的一个状况，甚至全世界这个63个国家有100多个港口都已经被这个中国控制。你看赫格塞斯说什么？南美洲。还有非洲都被中国控制，他们现在的旗子都要拔掉。对，那你看，非洲是全世界的这个大陆中间的中心，它可以看到全世界，所以它在这边有个非洲什么全球监视之眼。那在南美洲来说，当然是进逼到整个美国，所以才说美国现在绝对要把中国的所有钉子一个一个拔掉的这个状况。聪哥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原因是什么？他直接把大杀器摆在了印太的部署上面。没错，我们刚刚提到的B-21轰炸机，哇，它的威力可是非常惊人。当然，当初原本说100架，现在没有哦。已经增加到200架，你要跟我比拳头，我比你还大哦。对，没错。事实上，这个 B-21的轰炸机来说啊，是美国最重要的国资杀器。它除了说有核威胁的这个威力之外，它的这个载重量非常大，要取代现在的 B1 跟 B1B 跟 B2 的轰炸机。好，那原本呢，美国只要买100架，但因为这个大杀器来说的话，可以遏制中国的野心，所以现在美国准备要加买，把它买到这个200架。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日本。
日本来说话，因为日本呢，他们目前为止啊，因为怕这跟中国会发生冲突，那他就研发了一个叫岛屿防御级因素的这个滑翔飞弹。那这个飞弹来说的话，就是可以快速的拦截，就是假设中国真的发射飞弹来攻击日本的时候，日本可以发射出这个所谓滑翔飞弹。滑翔飞弹的时候，他是说什么？它升空之后可以有5马赫的飞行速度，5马赫速度相当快，也就是说它可以任意的去拦截可能会抵达日本的目标。你看，美国在印太的布局是已经布局好了，所以现在呢，要除了布局好的地方，我要把漏洞补起来。那漏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非洲，还有包括全世界的港口，这是美国发现到的2个大漏洞。这个大漏洞，我们刚刚谈到非洲，因为对非洲地理环境位置，它基本上太空军建立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等于可以俯视全球，对它就是一个非洲之眼，等于是它在那个地方建立的话，它可以看到所有机密，现在不得不拔。对，没错。我们看，事实上刚才我们讲了，美国的太空军是要在这个日本、韩国还有美国本土建立，但是呢，这个中国呢，它是要在非洲建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赫格塞斯的时候访问了，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审视各地的军力的态势的话，那是我们的失职。所以啊，我们要审视中国到底在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最大影响力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他说川普不是减少对外界的这个援助吗？他说中国在非洲建立所谓的太空联盟，他说中国已经跟非洲国家20多项的协议，力争在太空领域超越美国。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要是这个东西，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里面说出来。你看这是什么？African 这个 Space Agency， 就是说非洲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单位哈，它是什么？它这是在开罗的近郊，这个是一个先进的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里面来说话，你走进实验室，就是这个实验室。对，你看了，这明明在开罗，可是你仔细看，里面都是中国，有中国的旗帜。这个仔细看这个画面，对，不就是中国字吗？对，中国，而且还很多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在这里面。那这里面来说的话，这里不是埃及，怎么都是中国人？但是它这所有零组件、板材里面的所有原料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然后里面来说的话，都是这个虽然表面上是我跟埃及合作，但是呢，事实上是这样。我在指挥，所以你看我要做什么来说的话，都是，所以人家就说这是一个中国秘密海外的太空计划的最新的这个里面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中国字、中国商品，然后只是设在埃及。对，好，那你要事实上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是埃及的总统，这个他跟这个赫塞西，他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他说加强2个国家的合作。那你说这些？我就说这些里面的这个数据来说，最后会传到哪里去？中国嘛，所以等于是说我可以随时调动我想要看的这个目标。那因为这里面有什么？有望远镜，有卫星嘛。我就说，你看，就是里面这个埃及的报道里面，你看这里面都是什么？都是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嘛。那特别是里面来说，有一个叫中国航太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叫张忠阳。那他里面来说有非常多的太空事业在这边。好，那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说埃及有什么东西？一个是卫星，他帮埃及打了非常多卫星上去。那表面上就说啊没有问题啊，我们打了3颗卫星。那3颗卫星来说，他是说什么？我们是为了埃及，因为我们这个卫星可以用在埃及的国土资源的调查，然后满足埃及在农业、林业、都市建设、环境还有灾害监测的这个相关的要求。对，然后我们都飞射，我们都是为了埃及的民用。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卫星的实质控制权在谁的手上？在中国手上。中国就我民用，我观测你，我可以观测别的地方嘛。所以等于是说我这边就可以收集非常多的数据。这也难怪你刚刚提到这个张忠阳，对，他来头不小，是，他也是飞弹设计方面的背景，使他成为解放军增强太空能力的鲁豫参与者。他跑到埃及这个地方，对。所以就了解了，对，所以它可以透过卫星收集更多数据嘛。那另外是什么？还有望远镜。目前为止来说，在埃及境内来说，它也设了非常多的望远镜。但是望远镜要做什么呢？事实上，它这个望远镜呢是往上打开的。对，你要说，那他是在看什么？他看这个星象，没有错。他跟你说，我们是在跟这个埃及合作这个星空的这个探测，不是吗？大家都知道，作战的时候我可以打开之后，我可以看什么？我可以看你的卫星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卫星经过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透过这个望远镜去观测你美国卫星的这个状况。真的开战的时候呢，我可以直接把你的卫星，我就知道你的卫星在哪里，我就直接把你是用哪一颗卫星，譬如说在支援军事，我就把你打掉。所以等于说我先观察你，后续如果有飞弹可以攻击你的时候，所以埃及完完全全成为中国天眼。对，他监视完之后，以后真的开战的时候，我想打的就打。卫星从空中看地面，然后望远镜从地面看空中，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它等于是把埃及人视为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那你想说只有埃及吗？没有。我们讲这就是整理出来的，这个美国整理出来。你看，埃及它目前为止已经跟它有对，我们刚刚谈到了相关的计划，对不对？然后那个伊索比亚也有，然后包括说很多地方，苏丹、伊
索比亚尼日利亚也对，有尼日都有，这个还有包括说这个北非的国家，那甚至连这个奈米比亚还有南非都有，所以你看。它等于是什么？跟大概约莫有20个项目，把非洲整理起来。你看这个东西，你看都全部可以看，因为这个为什么？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可能看不到这边的资讯，那我也透过非洲，我可以看什么？非洲以北就是欧洲嘛，对不对？那欧洲在过去来说就是南美洲，所以等于是我有非洲这块土地，我可以看到全世界，打开一个所谓的上帝之眼这样一个状况。好，那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叫南非，我们南非前一阵子不是也把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驻外单位赶走嘛？对，他跟中国非常交好，那他怎么做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南非有一个得天独厚，在南非的卡鲁盆地中央有一个地方，它可以避开什么？无线电波、密集的人口，还有汽车噪音等等，它可以用所谓的这个最好的全球的观测站之一。所以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建这个观测站，那这个观测站可以说，我不但可以看到最大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状况，我可以看天空，而且它完完全全没有干扰，所以他就中国把它这个叫做什么全球监视之眼，就在南非，所以呢，他在打造一个全球监视的网络。好，那现在美国把它报道出来，意思是什么？当然就是我要粉碎你嘛。好，那除了我们看啊，他在建立的所谓全球监视之眼之外，另外一个美国国会现在做一个什么？调查这个中国在西半球的战略港口投资，还有对国土安全的影响。这里面他把它完全的揭露出来。他说了，全世界10个最重要的港口里面有7个被中国所控制，10个里面有7个，然后他在60多个国家有非常多的这个港口的这个建制，遍布什么东南亚、中东、欧洲，还有南美洲等还有地中海。所以美国等于是说它的港口布局呢，让美国非常的惊讶。好，那主要点名几个，第一个巴拿运河我们讲过嘛，一个叫巴尔博亚港，另外叫克里斯托瓦尔港，就是在一个太平洋的口，一个在大西洋口，这2个港口美国非常非常的在意。另外一个还有什么？还有前海港，前一阵子在秘鲁，对，那这个呢也可以让解放军去停靠。好，除了这些，这个美国特别点名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个图，这个图里面来说，你看。我们仔细看这个图哦，这个图有这个是中国控制的港，有三角形，还有圆圈的。三角形就是可以停军事用途的，那圆圈就是没办法。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中国，我基本上我看到都是三角形的，都是三角形。好，那你看，我们看它布局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个在欧洲的北部这个地方有汉堡等于是说，我控制的这个北冰洋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地中海来说，我控制的希腊的比佛艾斯夫斯港，你也包括说像在非洲，我还控制了这个地方吉布地港，那非洲西非的港口，甚至连什么，连这个所谓的这个汉班托塔港在这个地方，甚至连瓜达尔港，这个所谓这个孟加拉的港口，甚至连。这个所谓东南亚的港口我都控制住，这样基本上都完全被中国控制啊。然后你看，那连美洲这边都控制非常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对美国来说威胁相当大。好，那我们讲为什么美国还有一个调查？他说，因为这些地方可以停所谓邮轮跟运输船，那它吃水大概吃16公尺，但是呢，中国的军舰航母呢吃水11公尺。所以简单来说，我只要能够停16公尺的邮轮跟这个吃水16公尺的航母也都可以停。所以等于是说，它这个地方来说，因为我控制嘛，所以我随时可以把它从这个商港变成是军港。好，另外因为我掌控的商港很多，所以我有一个叫做全球的这个国家交通运输的这个物流平台的信息网，这是我把全球的资讯都收集起来。那收集起来可以做什么呢？我必要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譬如说你这个港口里面有美军在那边补给，或者怎样，我可以获得更多讯息。资料完全收集。所以你知道美国为什么会认为说这个港口被你控制这么多会很危险？因为说真的，你已经威胁到美国可能全世界的航行的这个利益，甚至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商业发展，甚至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港口转为对你有利的这个港口，这个是美国绝对要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点名出来了，特别点名。太空的这个部分，还有港口的部分，这2个可能是未来美国要全力拔除中国的影响力。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现在部署了太空军在印太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其实前都有提到一个叫做复制者计划，叫做人机海战术。你来的时候让变成地狱场景，现在更可能是什么？如果今天机海计划真的成型，它现在加上刚刚世聪哥讲的这个 B21，如果不够，我再用轰炸机完全轰你。对，知道我为什么讲呢？因为你想想看哦，当今的无人机呢100架，你有没有去看过最近的烟火灯光秀？都会配合什么？对，很多无人机数以10架在天空中排成形状，然后跟烟火一起放，很漂亮，对不对？那这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是同时变成是几百架，同时变成几千架，他们会撞不是吗？对啊。
这赵尔，你讲的只是飞行而已哦。对，它在飞行的路程当中，可能就会不小心，如果没有办法侦测到彼此之间的空间，它可能就会碰撞。而且更何况呢，你要同时去操作这些，它会有非常大的问题。再第二件事情，除了飞行之外，它要不要集火？要不要开火？要。对，那开火之前，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友军在哪里？对不对？比如说我要进行自杀式攻击，结果呢，我反而撞一个就炸到自己的友军，或者是我一个碰撞造成连锁效应，1000多架可能同时间就化为乌有，所以这变成是一个操控上很大的问题嘛。结果现在这个问题呢，有盖谁提出解答？L3 Harris 跟你讲说，大丈夫没问题。我发明一个系统，这叫 Amorphous。这个 Amorphous 是干嘛的？它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个争端。所以呢，等于说我从我的母舰有一个操控性的这种我们讲的面板，甚至主机系统，你只要透过那边呢，很直观的哦，跟玩电动、玩游戏一样哦。你有没有玩过《世纪帝国》？有。世纪帝国怎么样控制上百个军马？我们的滑鼠滑过去，往那边拖，然后把它拖杀，往那边拖就行。对，他说我未来就发明这个系统，你就这样干就好了。可以一个系统直接操控1000个无人机。对，但是你要仔细注意到一个重点，这个系统它有一个隐含很重要的项目，什么意思？你在拖《世纪帝国》，比如说我们拖游戏的时候，整个兵团拖过去的时候，它会不会彼此跟彼此撞？不会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内建的系统设定，对，所以代表说，当你未来用这个 Amorphous 的时候，对不对？包括你的无人机里面，它都有搭载相关软体，等于就是说它有自主性，可以去判别说我的友军在这边，我的敌人在这边哦，我甚至我在开火的时候呢，要刻意去避开我的友军。所以你想想看哦，它把整个所有的系统都讲，第一个这个叫开放式架构，代表说未来你有些新的无人机机种。甚至是呢配合我们讲的战机，比如说你要当我们讲母子机、当僚机，我都可以及时的配合加入进去，所以我可以额外的去扩展。再来呢，它不只是扩展飞机而已，我们刚才只是讲单无人机而已，不是这个系统是从你的无人舰艇到你的无人的 vehicle 载具，到你的无人的飞机，3个东西，我上千台无人的载具完美串联。对，但赵伟，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无人机哦，那个顶多是做我们一些老敌啊，甚至自杀式攻击啊，小型目标的摧毁，他们只是一个先锋。但你知道战争的结束者是什么吗？是什么？轰炸机。轰炸机。当你看到美国派出轰炸机的时候，他已经要替战争画下一个里程碑。对，什么意思？因为过去我们讲到的战机，美国最有名是 B52嘛、B2 嘛，甚至 B1B 嘛。我们昨天在讲到 B1B 而已啊，但没有。未来更可怕的是什么？来，这个叫 B21。这个 B21可怕在哪里？你知道吗？美国直接跟你讲说，原本我原定要订145架，未来胸好用啊 ，CP 值高管呢，200架来，我直接加码到底。来，为什么要200架呢？各位，第一个，它的载弹量绝对不输我们讲的 B2，对不对？那过去呢，它的造价你知道吗？只要 B2的1/5而已，还便宜哦，而且它先进程度比 B2好非常非常非常多。那你知道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你怎么会贵我5倍？然后结果你跟我讲说呢，你现在的性能呢却比我好非常多。因为理由很简单，照了。我们以前是不是有用过电脑？有那种486、586、686那种熊勾炸含机甲嘎巴，有够的一台超大台，那哒，很慢啊，很慢啊。那我问你，那时候买贵不贵？贵啊，非常贵啊！但请问一下，现在我们讲是不是算力不断的提升，然后不断的发展？结果你现在什么 DRAM 也不值钱嘛 ，CPU 也不值钱嘛？为什么？因为系统跟科技已经进步到那个程度，所以他们说 B2 不止造价比它便宜，再来因为过去我们讲的 B2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什么问题呢？它的进气口在上方，那时候为什么要做上方？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代的科技你如果要逆中的话，你进气口一定在上面，对，你如果坐后面或下面，它没有办法把那个空气给隐瞒掉，你知道雷达跟那个热能追踪会追踪到它，一扫到就飞弹就来了。对，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我以前 B2 搞那么多钱，然后逆中，然后进气口坐上方，结果我的飞行高度还输给中国的这种轰炸机，所以它这个 B2 这个我们讲 B21改变了这个做法它一样把它改在后面，只是它用这种我们讲热处理，等于说它不会排热出来。你有没有开过那种？它连不能排热都能处理，当然要处理啊，因为那个会被侦测到啊。所以你想想看它变的是我们开过那种很先进的车辆，对不对？那种高级的我们讲轿车有没有？它几乎你在车子附近是感觉不到什么热。对，所以你想想看，它的形状跟我们讲 B2 很像，但是它是完全的进化版，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发现说未来我就是全面都用这个，我不用其他的了，全部都取代用这个 B21呢，因为你想想看它的载弹量包括我们讲照来。这个是它的军火展示，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它的载弹量，火力很大。斗也龟白啦，它载弹量，它要去干大事的，比它的机身还要大而且未来它都会放在美国各个驻基地。而且你想想，最大航程我们讲高达9000公里，载弹量13吨，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它当然可以去完美取代嘛。等于说整个全球。整个地球
方圆100里之内都会是它的轰炸范围，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只要你可能不小心得罪了川普，下一刻飞弹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国民，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 ，B-21真的是逆中性非常强，它的载弹量也是非常强，甚至还有一说它可以打到华中，哇，真的很远。好，那现在呢，对于中国旁边的其他国家来讲，我们看到菲律宾的部分，它有提风，包括了在韩国，它现在有所谓的玄武飞弹。那在日本，现在我们刚刚提到了，还有一个叫做防空的飞弹，而且是超音速的部分。现在在印太的这个防卫网的这个已经完完全全成型了吗？我们这样讲，其实这张图很有意思哦。我左边这张图是美国公布的哦。那其实你有没有看到绿色浅绿色有没有？对，它其实美国它已经算准说，哦，原来这个是中国能够打到周边国家的短程飞弹、中程飞弹、长程飞弹，所以它先美国要防范啊，它先清楚说，中国你有哪些飞弹可以打到哪边哦。这个地图很清楚的显示说，我知道你中国的飞弹打到哪边嘛，然后我知道你打到哪边之后呢，我开始防，那我们来看北边的地方有哪些？日本嘛，日本跟韩国他们都有自己的防空飞弹，他们都有自己的防空飞弹，他们的防空飞弹威力很强哦。那其实台湾能力也不错哈，台湾我们有自制的天空飞弹，然后有爱国者飞弹嘛。那现阶段呢，其实美国也知道说，菲律宾比较弱嘛，那其实在2024年4月的时候，其实有一组人马呢跑到菲律宾做什么？做演习，那个叫肩并肩演习嘛，没想到呢，有一组人马居然赖着不走，那一组人马叫做提风飞弹的发射小组那为什么会赖着不走啊？其实这逃不过中国的法眼，中国也看到说原来呢有一组提风飞弹好像在菲律宾赖着不走嘛。那其实后续呢应该是前几天外媒报道说，怎么好像提风飞弹部署在老挝机场附近的提风飞弹发射车不见了？它不是不见了，它是转移到某个地方去的。其实也是来无影去无踪。其实提风飞弹为什么那么恐怖啊？因为它能发射标准飞弹。标准飞弹以前是美国海军所用的，但是呢，美国海军呢把这个海军用的飞弹搬给陆地上的发射车使用，那变成菲律宾的神兵利器哦。以前菲律宾没有这种东西哦。那其实我们会讲到更厉害说。提风飞弹它还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先不讲我们光是这张网这张地图，你就可以看到说原来从北边的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其实我们的防空网、防空密度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很奇怪你可以想想说，其实韩国以前他们叫玄武飞弹系列，玄武1型、2型、3型、4型然后巡弋飞弹有弹道飞弹，台湾也有弹道飞弹，也有巡弋飞弹唯独日本它没有发展，对，它没有发展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因为它受限于他们的宪法3法限制，所以它不发展。但是呢，近几年不得了，他发现说，其实中国好像慢慢崛起了嘛，他们有威胁了，对他们就开始第一个他们先在法规上松绑其实慢慢松绑。那一旦法规上松绑之后，其实我们必须很佩服日本人，其实日本人真的知道他们的相关法律，他不发展。但是呢，近几年因为看到中国的发展不得了他们也开始提拨经费去研发他们的巡弋飞弹那其实一开始先没有嘛，那先跟美国买500枚到1000枚，那之后呢，他陆续这1-2年会研发他们自己的巡弋飞弹但是还有一款还有一款飞弹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滑翔炸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在高空中丢下去之后呢，它可以延伸它的射程那除了延伸射程之外，它的速度也很快，5马赫说真的不好拦呐，不好拦，就是说这个是日本的攻击利器那其实回到我们台湾那其实台湾呢，最近要引进3套NASAM 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引进在俄乌战争中透过已经有实战证明的那叫国家先进飞弹防空系统。对，那其实呢，这套防空系统它不算是很高阶但是它很好用。为什么很好用？就是说一个发射架6管它可以塞6枚飞弹但是呢，这6枚飞弹呢，居然是用以前空军所用的飞弹比如说空军用的 AIM-120跟 AIM-9这个响尾蛇飞弹，居然可以把空军的飞弹塞到陆军让陆军来使用。你说这种飞弹好不好用？好用。为什么好用？就是说它可以用空军的飞弹，陆军可以用空军的飞弹这在以前来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挪威啦跟美国他们厂商就研发说，好，我讲白点你不管是采购或者说透过技术生产，我就卖这种所谓相关的飞弹给你那这套系统呢，在俄乌战争中已经获得实战证明。所以现在看起来，菲律宾、韩国、日本都有。台湾也加一了，台湾也加一了，因为所以这个印太的防卫网完完全全都已经很扎实了。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讲到说，其实外媒已经报道过，
台湾呢是一个防空飞弹密度很高的地区哦。对，那不管是暂时中国要来犯，还是说其他国家啊，其实台湾的防空网是非常非常不错。那我们必须再补充说哈，那中间这张图呢是我们的，比如说爱国者跟天空2型飞弹的一些防御网，那其实也证明说这个防御网很严密哈。那最后面呢回到说哈怎么跟空军搭配呢？那毕竟我们引进的新的防空飞弹，它是陆军跟空军地面部队在使用嘛，那你怎么跟战机搭配？那当然了，不管是透过资料链呢，还可以跟 F16来合作。不管是透过资料链，或者说营造战场共同图像，就是说老外就卖你飞弹，不是只单卖你飞弹哦，还要卖你相关的整套系统。那其实我们学了这整套系统，会加强我们的空防。辉正，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现在对中国是什么？滴水不漏，你要钻什么缝隙，我一定给你杀到底。好，在经济上面，他玩得更大了。中国最爱什么？我洗产地，你要扣我关税，我跑到其他国家去好了。现在川普不理你了，你敢给我洗产地，我就跟你玩到底。现在一身精力下面，包括外资跑了，中资也跑了。是，就一句话，走哪里去啊？你哪里都到，你插翅也难飞。本来就是说中国可以到处跑嘛，跑到新加坡去啊，跑到越南去，尤其是跑到越南去，连立讯都在越南这边大笔加码，就是2.2亿美元，整个可以说把中国的厂都搬到边。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洗产地，规避这美国的相关的关税啊、禁令。但这一招有用吗？川普回来了，有用吗？当然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川普真的下得很糟，他直接第一件事情从哪里下手？钢铁。为什么从钢铁？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钢铁生产最多其实就是中国。那因为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景气不好，所以你的这个便宜钢铁全世界乱倒啊，真是倒到我们中钢全球都要气死了，都气死了。你乱倒，我价格一直低。它一年出口钢铁1亿吨而且以前出口都是那种什么线材啊，就是比较小的东西啊，因为你也知道钢铁其实很重，你那种就是出口这种小的运费也比较便宜。没有呢，去年你知道吓死人，他出口什么热轧钢卷。很重的，你知道，连这么重的都开始往外面售，销售到你知道什么地步吗？超级好笑，销售到越南，我们有一个台中里面有一个钢铁厂，合金钢铁厂，变成是合金钢铁厂在越南跟越南政府说，中国生拉萨包啊，竟然把他们中国的钢铁往我们越南送，不要送来越南。就超级好笑，就变成全世界钢铁厂都饱受中国的低价钢铁倾销，然后受到这种冲击哦。所以现在川普在玩一招，你往外面跑是吧？你中国钢铁跑到加拿大去动个小手脚，然后呢就变成说，我是加拿大的钢铁啊，所以就用那个他们有关税优惠的方式，又变成假装是加拿大货，然后卖到我们美国来，然后美国又没有关税，他现在给你出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呢？我跟你讲，卖给小，你呢这个所谓的，比如说你是说你是加拿大钢铁是吧？你必须要在当地融化跟铸造，就是说你休想给我拿半成品，然后在那边弄拴一个螺丝，然后就假装是加拿大货，不要给我假装奥莱亚卖搞给捧够，现在就玩这一招。第二个，他说你的铝对不对？铝他就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在钢铁，比如说你一定要在墨西哥，你一定要在加拿大要演练你也要一样铸型，你才能再销售到我美国来。所以简单来讲，他就封掉你有可能洗产地的这条路。所以呢，人家就讲到说这个有没有用？真的有用啊！因为这样子一下子以来，就变成很多包括加拿大跟墨西哥就没有办法再循这个管道偷偷弄进来。那我们刚刚讲嘛，那为什么？那你好啊，那你中国你就是自己中国的钢铁，然后需求不好，你应该就是卖便宜一点嘛，或者是少生产一点嘛？不好意思，他们产能已经降了，没办法，还是多到什么地步？我跟你讲，他们也是很好笑。他们就是说，可能一些比较真的是真材实料好的钢铁，就往外面卖去赚美元，去赚什么烂的怎么办？留着自己用。所以烂的东西反而自己用，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他们电动车，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最便宜的电动车在哪里？就在中国啊。那你我卖你才多少钱？10万块人民币有找电动车，你是需要什么样好货？所以呢，那钢板超级薄。他说这个太扯了，他说那个钢板薄到你要勾一勾、刮一刮就穿破了，你知道吗？等一下，这个是10年车，只是 K 一下，整个前面的底盘都整个全部都没有了，而且我跟你讲，你先看有没有一个地方小凹洞？他说小凹洞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你以为这个小凹你要拨一拨，可就拨了。你说那个小凹，他说他就这个根本退化了，超级好笑。他拍这影片，他说我告诉大家。
中国货不能买，自己中国人拍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不能买。他说我跟你讲啊，这多夸张！他给我那个一个底部一个弄了一个小洞，你知道为了那个洞，因为它的那个洞的地方刚好是在那个电池那个部分，你如果不修，你久了之后渗水进去，你就车子不能开，因为它有电池，就整个不能开，整个坏掉了，就坏掉了。你要修，对不对？不好意思，大概是你这个车价的大概40%，所以你就说，那你到底强迫买新车？对，他就说你这个傲购，然后你修又特别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电动车的销售也全部都是密密麻麻，什么吉利啊这些，你们看越来越往下减，越来越往下减。